罗斯托夫州再次遇袭，乌空军打击俄国防工业。海马斯新战绩炸毁俄军第810旅指挥所。朝鲜诱饵战术步枪拦截无人机，放弃红军村。俄顿涅茨克新战略。扎波罗热方向乌特种部队摧毁俄道尔 M2。俄罗斯不打自招，莫斯科地区多个机场关闭。普京拒绝特朗普团队的和谈计划，波兰飞行员接受 F-35培训。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无人机对俄本土的袭击依旧在继续。乌克兰战略通信中心报告称，乌军袭击了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克沙赫金斯基的一家工厂，该厂用于生产弹道导弹的固体推进剂。这些导弹又被俄军拿来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包括住宅楼和能源设施。乌军这一次是釜底抽薪，削弱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最近这段时间，罗斯托夫州频繁遇袭。12月25日，新切尔卡斯克地区的弹药库被炸。12月24日，米列罗沃市的空军基地遇袭，乌军这是盯上罗斯托夫州了。乌俄战场之上，朝鲜士兵的诱饵战术曝光。库尔斯克方向，海马斯获得新战绩，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得俄军第810旅指挥所在利戈夫的具体位置和人员后，便向该地区发射了海马斯火箭弹。指挥所附近出现巨大弹坑，周围多辆汽车被烧毁，造成俄军多人伤亡。战线方面，乌军在古耶沃与亚历山德里亚方向发动了反攻，大幅度减缓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州的推进速度。来自乌克兰的消息称，俄军正在向库尔斯克方向部署战力更高、补给更好的部队，希望以此来加快推进速度。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这注定无法实现。另一边，乌克兰特种部队破译了朝鲜士兵的笔记本，里面主要记载了朝鲜士兵为对付乌军准备的训练和战术，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如何躲避无人机。乌克兰与韩国情报部门声称，这些部署在库尔斯克的朝鲜士兵来自朝鲜第11军团，也被称为风暴军团，属于平壤最优秀的部队，接受过渗透、基础设施破坏等方面的训练。只是在乌俄战场之上，这些朝鲜士兵缺乏现代化战争的作战经验，军事理论也严重过时。根据库尔斯克的战况来看，其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适应无人机。在最初的攻击中，朝鲜士兵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开阔的田野上缓慢前进。在无人机的袭击下，这些士兵就是靶子。即使是没有经验的乌军士兵，也可以操作单架无人机摧毁大型步兵编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后，朝鲜士兵的战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朝鲜特种部队公布的消息来看，朝鲜士兵在发现无人机后会组成3人一组的队伍，其中1人充当诱饵，尽量与无人机保持7米的距离，另外2个人则隐藏在10米至12米的距离。当无人机准备攻击诱饵而不动时，将其击落。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没什么用。从战术性质上来讲，这只能对付那种到处丢炸弹的4选1无人机。FPV 无人机发动攻击时并不会悬空不动，而且在乌俄战场之上，最难的不是拦截无人机，而是如何发现。最常见的情况是可以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但眼睛看不到，或者说当看到的那一刻就已经晚了。而且对于那名炮灰的士兵来说，这就是一场赌博。即使这些朝鲜士兵能看到无人机并按照计划执行，如果后方负责击落无人机的士兵枪法不行，或者开枪时机晚了一点，诱饵就没了。从这点来看，制定这个战术的大概是俄军指挥官。俄罗斯一直将朝鲜士兵当作炮灰。在库尔斯克方向，朝鲜士兵的伤亡不断加重，但俄罗斯指挥官依旧命令朝鲜部队坚守阵地。即使如此，俄军连后勤都无法保证。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表示，在前线地区，朝鲜士兵已经出现饮用水不足的情况。在这本战术手册上还记录了朝鲜士兵如何躲避炮弹。如果进入炮击区，那就指定下一个集结点后分散小组离开炮击区，也可以躲在已经被炮弹击中的区域短暂避难，之后迅速移动到更安全的地区。怎么说呢？战术很中肯，但没什么用，还是看运气。运气好的话，还能抵达下一个集结点；运气不好，那就是再过18年，又是一条好汉。同时，韩联社12月27日证实，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行动中俘虏了1名受伤的朝鲜士兵。这下，即使普京一直否认，也无济于事了。除了库尔斯克之外，红军村扎波罗热也有新消息。恰索夫亚尔方向，乌俄的作战重点转向城内。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表示，俄军正在积累储备，为之后的袭击做准备，目标就是夺取恰索夫亚尔。该地区处于高地，占据之后可以扩大打击范围。不过这些举动被乌军发现后，那俄军就没戏了。
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该地区北部重新夺回了失地。不过，俄军趁大雾天气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给第2机械化旅第28营贡献了新的战绩。大约20名士兵的突击队被乌军拦截，其中一部分士兵设法抵达乌军阵地，依旧无济于事。俄军整支突击队中只有1名埃及雇佣兵活了下来。红军村方向，俄军的重点攻击方向有所改变，虽然依旧攻击舍甫琴科，但力度有所下降。俄军将大部分的兵力都放在了新托列茨克，并向索罗涅与新瓦西尼夫卡发起进攻。俄军的目的大概就是扩大突出部，将战线向西推进至顿涅茨克州的行政边界。普京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军正在推进平方公里，而不是100米、300米。这也就意味着俄军的战术从夺取特定定居点转变为强调领土收益。而红军村处于边界线附近，俄军的目的大概是推进至 T0406 公路附近，并打击150公路，从而切断红军村的后勤，逼迫乌军主动撤出。至于正面攻打红军村，已经不在俄军目标里了，毕竟耗不起。这点火力军之前也聊过，面对部署重兵防守的红军村以及乌军源源不断的支援，俄军的推进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只能退而求其次。不过，俄军距离顿涅茨克州的行政边界还有10公里，结合战线强度，火力军有理由认为乌军已经发现俄军的意图，并做了相应的部署。无论选择哪一个，俄军都无法简单的突破，最好的选择就是打道回府。库拉霍沃方向，乌军维克托·特雷胡波夫表示，俄军正在该方向集结兵力，计划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并在夜间使用防热斗篷躲避热成像仪，从而渗透至乌军阵地。虽然渗透小组不大，但是总量很多。就战术而言，这个方法的确没什么大问题，但还是那句话，计划暴露就没什么用了。扎波罗热方向，乌俄战线主要在西部地区，不过没有任何变化。双方的作战主要是特种作战。乌军第412营的特种部队就在泽莱诺皮尔附近成功摧毁了俄军价值2500万美元的道尔 M2。赫尔松方向，俄军的主要目标在第聂伯罗群岛。如果俄罗斯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滩头阵地，那么就可以使用火炮、无人机攻击乌军战线后方。俄军的计划很美好，但实施起来没有考虑士兵的心理问题。在乌军已经知道俄军计划的情况下，俄军的进攻就是自杀，士兵会哗变也并不稀奇。下一步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拭目以待。即使前方战线并不乐观，普京依旧拒绝和谈。12月26日，普京对特朗普团队11月提出的和谈计划进行了回应。特朗普团队和谈计划建议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推迟10年至20年，以结束乌俄战争。而普京认为，乌克兰是今天、明天还是10年后加入北约并不重要。这就意味着普京的要求不止于此。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想逼迫乌克兰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加入北约的中立国家，并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施加限制，最多85000名士兵，类似于一战之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只能说俄罗斯想的有点多，即使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初，俄军兵临城下，乌克兰都没有签署这种协议。在前线僵持，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当下，乌克兰更不会签。普京想要的注定只是一场梦。击落阿塞拜疆飞机，俄罗斯不打自招。莫斯科地区，俄罗斯因为指明的安全问题关闭了4个机场，谢列梅捷沃、多莫解多沃、弗努科沃以及茹科夫斯基机场全部被关闭，卡卢加勒机场也已被关闭。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并没有说明原因。问题来了，什么原因导致莫斯科关闭机场？在11月份的时候，莫斯科因为乌军无人机袭击关闭其机场，但是最近也没有看到关于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莫斯科的消息，这个原因可以排除。巧的是，公告发布之际，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飞机于12月25日在哈萨克斯坦坠毁。根据初步调查，坠机是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引起的。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莫斯科关闭机场是因为知道自己导弹出现问题，等到查明之后才放行。在援助方面，波兰将于2026年之前部署首批 F-35，这或许会为乌克兰带来更多的米格29。波兰采购的 F-35已有2架部署在阿肯色州史密斯堡的埃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波兰飞行员也已经在该地区接受培训，预计在2026年年初，波兰就能完成必要的基础设施升级，并部署其第一批可作战的 F-35。此外，波兰还在2022年从韩国购买了48架 F-A50，并计划升级已经服役的48架 F-16。以上这些战机都是用来替代米格29的。等到波兰部署 F-35之后，就可以将余下的米格29援助给乌克兰。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波兰空军还有14架米格29，虽然与乌军当前拥有的 F-16相比，米格29的性能有些落后，年龄也有些大，
但是战机这东西，乌克兰并不嫌多。基辅独立报25日报道称，泽连斯基在与石破茂通过电话后表示，日本准备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向乌克兰额外分配3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刚通过世界银行的增长基础发展政策贷款计划，从日本和英国获得了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对此，石破茂表示，日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立场没有变化，一贯大力推动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表示，愿继续与乌方共同努力，推动乌克兰早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此外，泽连斯基和石破茂两位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周边局势，包括朝鲜军人参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持续进行密切合作。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由于俄罗斯2艘装有9200吨石油的油轮此前在刻赤海峡发生事故，导致这些石油泄漏在海水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次事故已升级为环境灾难，正在敦促相关部门尽可能清除附近区域的石油，防止其随着海水继续扩散。如有必要，还将在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设立紧急情况部。然而，此次石油泄漏所造成的后果要远比普京预想的还要严重。截至12月23日，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已抵达受污染最严重的阿纳帕。据他介绍，俄罗斯目前已出动了1万多人、366台设备，并在4个处置地点清除了 1.4 万吨受污染的沙子。但相关专家分析，被石油污染的泥沙可能会增加到20万吨，而俄罗斯则可能会派遣更多人手，并投入更多精力来处理这起事故。与此同时，这起事故也向俄罗斯敲响警钟，因为该国运输石油的油轮大多年限较久，使用此类油轮运输石油已不再安全。而受欧美制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制造新油轮的材料也比较紧张，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带来影响，从而降低该国的经济收入。继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访问俄罗斯后，该国又有了大动作。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斯洛伐克将于明年初启动退出欧盟和北约的签名征集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该活动尚未正式启动，但已先行征集到逾 36.1 万个签名。后续这些签名表格将交给斯洛伐克总统彼得·佩莱格里尼，由他来正式宣布举行公投。从当前情况来看，签名征集数量还在持续增长。那么问题来了，斯洛伐克为何会有退出北约的意图呢？其经济方面，斯洛伐克国内的经济规模小，因此对外经济依赖度极高，而俄罗斯市场正是其主要依赖对象。但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开始全面制裁俄罗斯，几乎切断了斯洛伐克与俄罗斯之间所有传统经济方面的联系，导致该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面临崩溃。其二，能源方面，斯洛伐克国内能源较少，同样依赖外部资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正好可以补足该国的能源需求，也为其工业提供了持续运转的动力。然而目前来看，乌克兰将于今年年底不再续约境内的天然气管道协议，而这意味着斯洛伐克所能获得的能源将大幅降低，这也是其总理菲科访问俄罗斯的原因。很显然，斯洛伐克有意继续维持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交易，但这将取决于泽连斯基的态度。因此，整体来看，由于欧美制裁等因素影响，导致与俄罗斯有密切关系的斯洛伐克率先撑不住了，这才有了上述退出欧盟和北约的公投行动。如果欧盟和北约能够帮助其解决掉当前面临的问题，那么其立场可能就不会有变化了。当然，这也是理想情况下，现实中处理起来的难度并不小。此外，据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目前已同意菲科的要求，将在斯洛伐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在斯洛伐克连番折腾后，乌克兰的回应来了。其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斯洛伐克总理菲科似乎不想参与欧洲共同的能源独立工作，或是寻求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品，而是想协助俄罗斯将美国天然气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能源从欧洲赶走。这意味着他想帮助普京赚钱资助战争，并削弱欧洲。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泽连斯基和菲科首次进行言语交锋。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此前在欧盟峰会上，菲科与泽连斯基讨论了斯洛伐克因俄罗斯天然气停止运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当时泽连斯基提议将向菲科支付5亿欧元的俄罗斯财产，以换取斯洛伐克在投票上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菲科却指责泽连斯基向其行贿。至于普京提及到的在斯洛伐克举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则尚未进行正面回应。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该国国务大臣卡恩斯指出，英国部队在作战能力上存在一定问题，其中在陆军方面，该兵种基数最大，大约有 7.1 万名士兵，但近 1.6 万名士兵由于自身健康问题而无法投入战斗，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执行军事任务。具体原因为，有的士兵不耐热，有的士兵不耐寒，还有士兵听不了噪音。在空军方面，有3721名士兵被判定为不具备作战能力；在海军方面，有2922名海军士兵根本无法出海，另有2363名士兵由于身体问题导致其军事能力受限。此外，据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预计明年该国的陆军规模会再次缩编，届时可能会减少到7万人以下。鉴于这种情况，卡恩斯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此时的英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交战，那么结果会如何呢？卡恩斯自己给出了预测，该国陆军很可能会在半年至1年内就会失去作战能力，当然，这还是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以乌俄战场当前的战损情况推算，英国陆军顶多1个多月就会被打光。为缓解这种窘境，部分英国官员已在呼吁军方采取紧急措施，除加强征兵与留任等方面的工作，还要致力于改善部队的医疗水平，确保上述所谓的伤兵能够恢复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与卡恩斯的观点不同，英国国防部则认为，该国绝大多数现役士兵可在任何时刻投入作战部署。此前的统计数据可能与现行的体检标准有关，而该标准遵循的是和平时期的标准。但就现在情况而言，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上述所谓的伤兵，也要全部参战。因此，英国的实际兵力并非卡恩斯所说的那么不堪。据美军陆战队声明，美陆战队第1远征军与美海军第3舰队举行了一场联合演练，代号为钢铁骑士24。演练地点包括多个区域，如彭德尔顿营、圣克利门地岛以及尤马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等。演习内容共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1个阶段主要由第1远征军在友军协助下实施战力投射等一系列作战训练，验证任务规划、执行、部署和直管流程，以及陆战队空地特遣队概念等。此外，演习中还将模拟增援并保护美国驻外大使馆等任务。第2阶段则扩大了演训规模，由第1远征军主导与其他军种开展联合作战，如美空军 C-17 运输机、HH-60W 直升机、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等，以此强化跨军种远征投射战力。另一方面，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太平洋美军陆战队也完成了新型 ACV 2栖作战车的换装演习。ACV 2栖战车是美军陆战队的新一代作战载具，该车选用复合装甲 8x8 轮式防爆底盘，并搭载卫星通讯、无线电且可视需求假装主动防御系统。此外， ACV 2栖战车共包括4款车型，分别为运输车、指挥车、救援车、30毫米反装甲机炮车。这些车辆在量产后，已由美军陆战队第1师率先接装，并在陆战队15远征支队的冲绳舰岸联动作战中首度亮相。而此次演习则由美军陆战队第3师第4团执行，演习地点在木质渡口，该地是冲绳唯一能深入中央训练区的登陆点。演习内容包括在涨潮、退潮以及低光源情境下，验证 ACV 2栖战车与滨海环境的训练效能，以提高陆战队的快速反应能力。据军队认可网报道，美军正在对海马斯火箭炮进行升级，目前已展示出一种新版本，即 AI 型海马斯。通过在原本海马斯的基础上为其加装人工智能系统，使其能够运用不会发出信号的被动式传感器实现自主导航，无论白天或黑夜均可完成一系列机动项目，更可与有人驾驶的补给车搭配执行人机协同作战。按照洛马公司的说法，目前这款 AI 海马斯尚处于开发阶段，预计将在明年进一步推进相关任务规划，以减轻操作人员与自驾系统互动时的负担，并在明年下半年进行后续展示，以验证这项科技的可行性。待未来技术成熟后，其不仅能够实现有人操作，也可实现自主驾驶，借此提高装备操作弹性，以应对现代化战场新需求。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朝鲜士兵的战术还会有哪些变化？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